小姚27岁，来自四川，银行理财顾问。女嘉宾小刘26岁，同样来自四川，旅行社季调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怎么会那么多抱怨呢？因为我和我老公的话呢，从相识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了。以前我们在13年以前，我们感情都非常好。13年以前感情很好。然后后边的话呢，他们父母就催我们，但是真的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车子、房子，然后我们两人的工作也不稳定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觉得咱们俩的感情哈还这么好。还可以，那行我们就结婚吧，就这样子就结婚了。那不就行了吗？其实我觉得啊，因为是12年以后，因为他一直对我有很大的个抱怨在里面，因为当时12年嘛才毕业嘛，对吧？然后就说我的那个工资不是很高，知道吗？然后他总和拿我和他们那些朋友挣的比较多的一些朋友那里比较，就我觉得像别的女朋友。那个时候我没有埋怨你啊。那个时候本来也是他12年的时候才毕业嘛，然后我觉得做工作的话呢，就一步一步的往上走，慢慢的脚踏实地的，咱们慢慢的走，不着急啊，我都没有催他。但你拿我和别人比较，这不是就是那种在？我这个是在鞭策你啊。然后他从12年到现在，中间的话呢换了 N 多个工作，我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。就是他这还不就是因为你抱怨我，然后让我在那个行业我没有信心干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别人都鼓励了。我肯定会好好的在里面稳着干着走啊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14年以前哈，我的心态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后边之后，我就刚好咱们，就是因为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婚礼，他直到15年的时候，有啊，15年不是咱们就结婚了吗？然后到时候都已经相差2年多的时间，咱们才真正的结婚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13年不就结了婚了吗？对吗？为什么你说15年才办的事儿是吧？其实说实在的，办的婚礼是吧？在之前我和他耍朋友的时候哈，没想到他家里边这么穷，真的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。在13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自己的话呢，在外边借了一些钱，然后他爸妈的话呢也赞助了一点，我们就是这样子买了房子，后边也买了车子。不是挺好吗？但他的工作不稳定。每次我们在谈这个工作的事情啊，都是咱们就是吵个不停的。你要每个月能给我拿几千块钱回来的时候，我只要够还房贷，我不会吵你呀。有孩子了吧？现在小孩9个月。男孩女孩？女孩子。有了孩子之后，经济压力又大了吧？是啊，经济压力真的非常大。现在小孩是由我妈妈在带。你们还没跟你们在一起啊？是这样子，因为就是我前3个月的话呢，是我亲手一起带大的。就是后边的话呢，因为家庭条件确实每个月的支出。我都觉得这压力非常大，然后就自己就出去又重新上班了。或者妈妈的话呢，就过来帮我们带小孩儿。然后现在小孩就是他来帮我们带，我们每天晚上和早晨，然后这样子就相互之间有一些。那等于你母亲现在跟你们住一起是吗？对，住在一起。怎么样处的？跟丈母娘处的？她总是觉得那个说我说在家里面太懒了，然后就说，比如说像你那不叫懒吗？真的。他从从上班回来之后，进门把鞋一脱，然后就像一个大爷一样，然后坐在那沙发上边躺着，就这样躺着，把摇后门那个我也有带孩子啊，这会儿啊。你小孩怎么带的呀？就上一次的话呢，我女儿才4个多月，这手抱着小孩，另外一手的话呢还在那儿打那个英雄联盟，就这样子。你觉得没有？他是这样子的，有这样带小孩的吗？小孩子他是这样子的，他对那个比较感兴趣。其实他对那个感兴趣，不是他只是当时在那里看了一下，他去摸了一下，是这样子感觉。他就是完全给自己找借口，真的。然后自己又想玩那个什么，又想玩电脑，然后旁边的话呢还顺便带着个小孩，他完全就不把小孩当一回事儿一样，我就觉得特别不负责任，真的。你说他现在那个工作这块儿，反正以前的话呢工作都不稳定，真的。就现在只觉得家里边的什么小孩的奶粉呀，然后尿不湿呀，家里边的那经济开支呀，全部都是我自己在出，感觉现在都已经快。他不挣钱吗？这上面不是说银行的理财顾问吗？对，我也有挣钱，他因为总觉得我挣的比他少一点。他是这样子的，现在银行理财的话呢，在这边才上几个月的班因为之前的话都是。他爸妈让他干啥的时候，他就去干啥，然后我让他干啥的时候，那就干啥，就是这样子耽搁了好久的时间。因为本来我家庭条件就不是很好，然后每个月的话呢都要支出这一些，同时也有很多外债，就刚好的话呢，我们自己
攒了几万块钱，就大概有6万多块钱左右吧。然后那次的话呢，我真不知道。他回来的时候给我讲，他说，我做了一个投资，他说那朋友的话呢，就以前他工作的一个老大，然后觉得这个项目的话呢非常好，肯定是稳赚的。他干那事儿是啥事儿呀？直接把信用卡自己去刷的，透的那个现钱。但当时我不是也是就是为了跟家庭增加一部分收入嘛，对吧？因为当时我回来也有跟他说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已经把那个信用卡已经刷了之后，就已经，他那个钱已经不会还给你的了。但后面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大家都不想的好不好？因为他那个当时他是之前的我的一个领导嘛，对吧？他让我去做的这个，我觉得因为他人也比较对，然后就去投了这个钱。后来的话，然后这边他说这个好像这个钱好像拿不回来了，然后这边我也当时也回来也跟他说了这个事情。我真的当时我就一股脑热，我就只想，我说天哪，这什么来的呀？然后家庭条件本来就已经这么那个糟糕了，你说我自己如果辛辛苦苦的我挣一点钱，你回来的时候你带着小孩儿，然后帮我理一下家务，然后这样子我心里面都还有很多那个，还稍微舒坦一些。但现在的感觉就是什么，我自己挣的钱啊，自己挣的雪花钱和辛苦钱，然后就这样子砸了。我理解。感觉瞬间就有点崩溃了一样。对，就本来这个经济压力就很大了，你还给我霍霍是吧？对呀，现在是活生生的把一个小女子变成一个女汉子了。行，这大概有一些家庭会面临这样的困难，或者叫困境，对吧？我们因为相爱在一起，我们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财产问题、现实生活的问题，但是现实生活就这么扑面而来了，对吧？家里的一方挺能干，家里的另外一方可能我不太适应，我找不准那个方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日子就这样不过的话，大体很多家庭我看都会支离破碎，你说呢？是啊，确实是这样。所以你又不知道怎么办，很难受是吧？真的非常难受。其实就像工作这一块的话呢，真的，因为我做旅游的话，从我出来之后，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。其实我对他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，我就只需要他的那个每个月工资稍微稳定一些，然后咱们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点，我们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已，我也没有说什么想大富大贵啊这些。但是的话呢，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做事非常轻浮，对工作这一块的话也是很不上心。你过去那5年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可能就觉得他人心比较好，除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人心好，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就是你老数落他的时候，他回嘴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就是他会跟你抱怨吗？说其实我有时候运气不好，其实是有时候我压力也挺大的。他会跟你抱怨吗？他有跟我说，其实我们因为作为年轻人的话呢，我觉得工作压力每个人都有，我们也都是一样的。工作这么久，肯定中间的话呢也会遇到很多磕磕碰碰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让他自己坚持，做任何事情做坚持。但是人的话呢，真的。哎呦，一说这个男人，你都以泪洗面的，你还能离呀？哎，好了，这个家庭应该如何调整呢？我们看看老师们是如何帮助他们的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白老师。一个看起来没有特别大冲突的家庭，然后，但是我感觉里边的事儿真的挺不少的。就人的这个艰苦，有很多的可能性带来的。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确实命运不好，赶不到点儿上；还有一种呢是能力不够好，不做还好，越折腾越穷，也有这样的。还有一种是态度的问题。我对于生活是一种放任自流的飘逸论。走哪儿算哪儿，还有一种就是放弃。我对生活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期待了，也没有任何的信心了，所以我放弃。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有点像后两种，放弃。为什么放弃？这个就不得不去和妻子去链接起来了。一个24岁刚刚毕业的走入到工作、社会、生活、婚姻，走入到这样的一个崭新的角色当中的一个男人，他需要的到底是不断的被抽大嘴巴，不断的去否定，还是说真的像搭积木那样耐心的、小心翼翼的一块一块的积木往上去垒，让他相信自己能够去建成这种很好的宫殿？
这时候女人的作用到底是往起建设的，还是往下去摧毁的？妻子要不要去反省？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需要去思考。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的艰苦不是一个人造就的，一个家庭的艰苦一定是2个人合谋完成的，只不过有人是在幕前，有人是在幕后。我不认为你们应该离婚，因为显然你们2个人还真的都太稚嫩，但是你们2个人有感情，也有对生活的迷茫和对自己、对对方的迷茫，要给自己和对方更多的思考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周老师啊。我觉得他们俩的问题是现在普遍的这个家庭出现的问题。恋爱和婚姻真的是不同的。恋爱只要2个人相爱，不需要去考虑太多。但是婚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从2个人变成2个家庭、3个空间的时候，你们就开始会有层出不穷的这种矛盾出现。孩子都已经9个月了，你带着孩子在玩英雄联盟，我觉得你还是个孩子，你还没有长大，你还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，甚至一个父亲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你要带给这个家什么样的稳定，什么样的安全感，什么样才能幸福？你应该更清楚自己将来的路，要有一个规划。你的擅长是什么？你有没有一技之长？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的工作，从而从你自己的工作改变的同时，改变自己的状态，改变家庭关系。真是认真啊，张老师，全都笔记了啊！来，涂老师啊。高中认识8年，也算是青梅竹马了，挺美好的。后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有一套房子，有一辆车，虽然是贷款的，但比很多现在正租着房、坐公交车和地铁上下班的年轻人要幸福。有一个孩子，跟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孩子人相比，也很幸福。那为什么偏偏我看到的这3个幸福的条件，你们身处其中却不幸福呢？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？你有那么不幸福？好像没有。任何一个人都有成熟、幼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。你说到那句的时候，你就眼泪掉下来了。你说活生生把一个娇女子逼成了个女汉子，我发现你身上现在太多的粘合了一些世俗的东西。你听听你刚才说的那些个话。第一，你似乎永远觉得你们俩真正在一起是摆了酒之后，而不是13年扯了证之后。第二，你看周围的人都比他混得好，是这个男人有众多的不足，对孩子不负责任，挣钱挣得少，不求上进。但这所有的一切是造成你真正痛苦的本源吗？我认为不是的，是从你自己内心深处，你觉得你过得不如人家，所以你不幸福。我的老公不如别人，我的生活不如别人，我这日子哪都不是。所以在刚才我所认为的3个幸福的条件，你根本没有珍惜。倒是男生，我感觉幸福指数很高。我想告诉你，男人可以没有太大的野心，有些人就是平平淡淡这样过来的，对吧？但男人不可以不勤奋。你说你没本事赚钱，你带个孩子你不会带，你打什么英雄联盟嘛？家务活一些细致的东西不能干。男人有没有能量并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去扛起这个责任。所以其实总而言之那句话，这个家庭我认为是可以变得很幸福的，但是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不幸福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放弃那些所谓的不幸福，沉下心来
很好的去引领这个男人，去鼓励他，也许这一关就过了，对不对？不谈幸福感啊，这事儿每个人理解不一样。其实我就看到了一个词儿，这个词儿叫欲望。现在最可怕的是，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现在的环境下，有很多婚姻是不是被情感击败的，是被钱击败的，是被欲望击败的。如果有欲望的话，我们就去奔。可是你要权衡，值还是不值？其实你们挺幸福，年纪轻轻，孩子9个月了。等你们到40多岁的时候，孩子就成人了，多幸福啊！挺开心的一件事儿。别为钱把自己的婚姻给打败了。你们俩共同去反省，因为你们相爱，好吗？不要抱怨生活了。剩下时间就给你们了，我们一起进入到港荣蒸蛋糕，好吃不上火，黄金60秒。亲爱的我之前的话一直真的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，然后也让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在你的身上。其实是今天在这里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然后我以后的话我会好好的撑起这个家，更负担起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爸爸的责任。我希望你以后能够相信我，咱们过得很好，很幸福。我希望你这边今天哭了以后，我希望你以后看到的话都是你笑的笑容，不要再因为这些生活上的琐事在哭，或者说在承担这么多。好，时间到，回吧，请回吧，谢谢两位。你快去牵他嘛，那花儿不重要嘛，重要的是他嘛。来站在中间说啊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一盆是他喜欢的蝴蝶兰，然后特地跟他找了一盆，然后我希望以后他都不要像在今天这样子，因为这些事情而哭，然后每天。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一个人，然后今天也是当着这么多人第一次送他花，然后我觉得的话，以后的话我会更好的做好自己作为一个家庭中的一个男人的责任。哎，生活里也这么用心，他不就行了吗？其实他要的你就用点心的过日子嘛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直接拿戒指就好，小心一点哦。这花我给您拿着，下面大家要浪漫一下。哎，这好看哈。好了，一会儿我还有一份礼物送给你，这是来自伊贝诗为我们嘉宾朋友提供的白色恋人系列的这个面膜啊，好好相爱啊，爱的单纯一点，欲望降低一点。好了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亲爱的，虽然说我们15年结了婚，然后你这边的话也第一次像这样子为了向你再一次说有你真好。好了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一抱。这个送给您啊。